各位线上与会贵宾和先进，大家好，我是中兴大学森林学系陈义军。感谢未来科技奖给我们机会和大家分享研究成果。研究主题为智慧型纤维素水胶在农业上之应用。中兴大学位于台中中部，我们以农立校，创立于西元1919年，我们拥有100年的历史，欢迎大家多多交流。我简单介绍自己，是森林学系的副教授兼课外组组长。大学与硕士毕业于中兴大学森林学系，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工系。结合自然资源与化工技术是我的专长，以生质材料制造民生用品是我们实验室的工作。过去工作经验和生物医学材料相关，并于医疗器材公司累积研发经验。2015年回来中兴大学森林学系任教。中兴大学森林学系分为2组，其中林学组分为森林经营组和森林生物组。我们木材科学组分为木材化学组和木材物理组。在森林资源良好经营与应用过程，可以使森林资源进行良好的循环。永续应用是我们的使命。我们中兴大学拥有惠荪林场，惠荪林场位于南投国姓乡，是风光明媚又拥有许多特色动物的森林游乐区，如台湾蓝雀、蓝腹鹇和台湾猕猴都是常见的野生动物。另有美丽樱花和好咖啡相伴，还有温泉可以让人放松，这些都是森林提供良好的服务。森林的功能除了游乐之外，可以提供森林资源。目前林产工业可以使木材完整应用，没有废弃物浪费，可以生产木材、建筑材料、纸制品、化学品和能源等民生必需品。良好的使用森林资源可以永续应用。木材主要成分为纤维素、半纤维素、木质素。纤维素为天然最多的资源，结构为葡萄糖组成。纤维素分解为葡萄糖，可以转化为丁醇、丙酮、乙醇、氢气等化学品。如使用天然原料，可降低化石原料的依赖，且可降低温室效应。我们森林高分子实验室就是森林的寻宝探险家，如可以找出可以使用的森林材料，以绿色环保的方法制造民生用品，如泡棉、复合材料、薄膜、涂料和水胶。今天的主题为水胶。水胶是一种3次元网状亲水性高分子，譬如野果，常见于手摇饮料中。野果即为细菌纤维素制造的水胶，水胶可应用在控制释放水分或活性成分。我们的研究是将森林资源如木材或植物油转化为原料，并应用在高分子或水胶等绿色产品，降低对环境的负担。台湾今年缺水非常勇敢，相信大家都为缺水所苦。在2015年和2018年同样面对缺水问题，可以想见2030年依然面对缺水危机。面对全球气候变迁，如何使用淡水资源为目前最重要的课题和挑战。目前约有70%的淡水资源应用在农业上，除缺水危机，过量肥料和农药的使用同样造成了环境问题。因此，我们发展水胶作为土壤改良剂，可以应用控制释放水分和肥料。水胶材料可以分为化石原料合成和生质材料原料2种。化石原料合成的结构主要为丙烯酰胺单体。动物实验证明丙烯酰胺单体具有神经毒性、基因毒性、生殖毒性及致癌性，因此目前使用天然材料为发展趋势。我们实验室以甲基纤维素作为原料，甲基纤维素具有温度和酸碱敏感性，添加硫酸钾可以控制成胶温度，使其于白天变为胶体，夜晚较
温度较低，可释放水分和肥料。这是我们智慧型水胶主要的设计创意。选用天然最多纤维素为水胶原料，具有无毒性和生物可分解性。甲基纤维素可溶解于低温的水中，添加硫酸钾可控制其亲疏水径。在水胶于28°C 为胶体形态，让水胶保留水分和养分在土壤中。农业用材的安全性是我们最注重的，因此土壤改良剂安全性必须确认。我们以小白菜为模式作物进行试验，发现其不具有毒性，且前研究同证实纤维素具有食品安全性。右图为测试的压缩强度结果，显示水胶在35°C 的环境可以增加土壤物理性质，因此强化植物生长优势。在土壤溶水量试验结果显示，我们设计的土壤改良剂优于传统商用土壤保水剂，可以帮助沙土保水的功能。土壤持水性试验结果显示，沙土在11天即土壤不含水分。在比较15天的土壤持水量结果，我们发现纤维素水胶有最佳的结果，优于市面上的产品，因此我们可以保留水分在土壤中。在肥料控制释放的结果显示，纤维素水胶具有酸碱和温度敏感性，未来可因应不同酸碱和温度的环境当中，因应气候变迁和土壤酸化，可以降低肥料使用量，降低污染环境的风险。我们成功制造出无毒性、多孔性、省肥料、省水分的土壤改良剂，而且由天然最大量的资源纤维素作为原料，因此也可应用废弃生植物作为原料。未来希望可以大量制造，降低缺水危机、过量肥料、土壤沙漠化等环境问题。如果大家有兴趣，可以参考此篇论文，我们将详细的试验结果呈现其中。目前我们正进行园艺介质的改善，与中兴大学园艺系进行合作，使用生物炭、墨醋液、几丁聚糖水胶的复合土壤改良剂。结果显示，在缺水缺肥的环境中，一样增加作物的生长量，并且增加植物体内元素的吸收。天然水胶未来同样可以发展于园艺作物的栽培。我们相信，利用绿色原料加上团队合作，未来可以创造更多环境友善产品。我们期待未来有机会和大家见面交流合作，将可创造更多成功的商机。非常感谢科技部给我们机会进行研究和未来科技奖的肯定。感谢农委会、中兴大学 Enable 中心和林管处的补助与帮忙，还要感谢中兴大学研究先进的支持。最后，真的感谢我的家人和研究室所有的学生，我们会更加努力，期待林业和农业环境迈向更好的未来。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。